go to the early universe, right after the Big Bang, it was expanding way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light. 就像哥白尼的日心模型刷新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我们可能正站在又一次刷新我们对宇宙理解的门槛上。宇宙学领域内，一场激烈的辩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被称为宇宙学危机。著名天文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最近表示，詹姆斯·韦伯的发现或许能为这场辩论带来决定性的句号。那么，这场危机究竟是什么？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又有何贡献？Old-timers, it's hard to call it a crisis. It is a crisis, but for old-timers, it's really hard. Where we didn't know the age or the size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they're related, to within a factor of 2. 让我们一起踏入科学的前沿，探索那些不断受到质疑的知识边界，以及那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想象一下，过去100年来，天文学家们就像侦探一样，一点一点探索宇宙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用一个叫标准模型的大框架来解释这一切，主要靠广义相对论这把钥匙。这个模型不仅告诉我们宇宙是怎么一步步膨胀起来的，还揭示了那些巨大宇宙结构是怎么形成的。听起来像是科幻故事，对吧？但这里面的主角有暗能量、暗物质，还有我们熟悉的普通物质，还有中微子和光子。说起来，宇宙的故事可是从大约138亿年前的一个超大爆炸开始的，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像是宇宙版的家族史。但现在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我们一直信赖的这个模型，现在竟然开始有点不对劲了。尽管这个模型帮我们理解了很多关于宇宙的事情，得到了很多观测数据的支持，但现在看来它可能还不是完美的。每次有新的观测结果出来，科学家们都得拿这个模型来对照一下，检查它管用还是不管用。说到新的观测工具，天文学家们现在手里有了个新宝贝——韦伯太空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就像是给我们的宇宙理论来了个大考验，让我们重新思考一切。它能带我们到最初的宇宙，那个还没恒星和星系的时代。那时候，宇宙还在大爆炸后的38万年左右，中性原子刚形成，然后在5.5亿年后，宇宙重新电离了。这个过程是宇宙电离的主要阶段，大概在大爆炸后的2亿年左右开始。第一批恒星可能是在0.5到1亿年后形成的。现在，韦伯太空望远镜让天文学家能看到比以前更远的星系，给我们带来了对早期宇宙的全新认识。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个被称为暴胀热大爆炸或 Lambda CDM 的标准模型，已经帮我们解释了宇宙的各种特征，包括星系内部的运动、星系群和星团的相对运动，还有宇宙微波背景的特征。这个模型预测，越往过去看，宇宙的距离就越大。我们看到的星系应该更小、更蓝，重元素也更少。而在我们现在的观测范围之外，宇宙可能进入了一个没有恒星或星系的黑暗时代。但当我们试图验证这些解释的完整性时，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相互矛盾的证据，这就导致了当前的宇宙学危机。说到这个宇宙学危机，其实问题挺简单的，我们还不太确定宇宙究竟有多老，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结果都不一样。这就像是天文学家们的大型作业，他们得找出为啥会这样，但他们还在摸索中。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去测量宇宙年龄的。首先，大家想到的是宇宙背景辐射，这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帮我们解锁宇宙的奥秘。科学家们为了弄明白宇宙是怎么膨胀的，就得用到数学模型。这个模型基本上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把这理论用到整个宇宙上，就产生了所谓的弗里德曼方程。这个方程把宇宙的组成，像是暗物质、暗能量和辐射等，
和它们在特定时间的膨胀率联系起来。所以，通过测量这些东西，我们就能推算出宇宙的年龄。用来帮忙的是宇宙微波背景，这其实是宇宙早期剩下的光。大概在宇宙诞生后的38万年，这个光成了测量宇宙成分的重要工具。比如，欧洲航天局的普朗克任务就提供了超详细的宇宙微波背景图，但问题是，这些图里没包括暗能量的数据。暗能量是现在宇宙里的一个大角色，但它对早期宇宙没什么影响，所以科学家得根据别的观测结果手动把它加进去。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能用弗里德曼方程算出宇宙在任何时间点的膨胀率，甚至是今天的膨胀率，从而推测出宇宙的年龄。另一个测量宇宙年龄的方法是看爆炸的恒星。虽然宇宙微波背景给我们提供了宇宙成分的全面记录，但那毕竟是数十亿年前的快照。直接观察宇宙膨胀率的增长是另一种方法，这要感谢 I 型超新星，简单说就是宇宙中的一种壮观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一颗恒星会把它的大气层倒到附近的白矮星上，白矮星就是已经死亡的恒星的残骸。当白矮星的质量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就会发生超新星爆炸。因为这种宇宙大戏在整个宇宙中都以相似的方式上演，科学家们就把超新星当作一种稳定的标准，或者称为标准蜡烛。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它们应该有多亮，通过比较它们实际的亮度，我们就可以估计出超新星发生时宇宙的膨胀率。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采用，发现暗能量，成为宇宙学测量的一个关键。这对确定哈勃常数特别有帮助。哈勃常数是衡量宇宙膨胀率的一个指标，虽然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常数。哈勃常数是绘制宇宙膨胀图表的基础。想象一下，自从大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以来，宇宙就一直在不停地膨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膨胀速度还在加快。NASA 这边也发现了一些挺有意思的东西。不只是宇宙在扩张，关键是这个扩张的速度怎么变化。如果膨胀速度变慢了，可能意味着有什么未知的力量在起作用，可能是暗物质在影响着这个减速过程。但如果膨胀速度加快，那很可能是暗能量在加速这一切。不过呢，2018年1月，科学家们发现了点新鲜事。他们用各种望远镜观测发现，宇宙的膨胀速度还不是固定的，看你在哪儿观测。比如哈勃太空望远镜和盖亚太空望远镜发现，我们附近的宇宙膨胀速度是每100万秒差距45.6米每秒。但普朗克望远镜看到的是，在更远的宇宙，膨胀速度稍微慢一点，是每兆秒差距41.6米每秒。说白了，一个兆秒差距大约是330万光年，这个距离简直难以想象。哈勃最初提出了这个膨胀的想法。美国天文学家哈勃主要研究星系，特别是那些离我们很远的星系。1929年，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观察到星系似乎在离我们远去，哈勃就推断，距离越远的星系移动得越快。最初天文学家们以为这是星系在逐渐远离我们，但现在知道了，这其实是因为宇宙在膨胀。不管你在宇宙的哪个角落，你看到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哈勃当年的计算是基于有限的数据，但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数据也在不断更新。像哈勃望远镜和盖亚望远镜这样的设备，通过观测来完善这些测量结果。其他望远镜则是用宇宙背景辐射的读数来计算这个常数，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用于遥远观测的超新星很少，这限制了我们对远处宇宙的观察。自从发现暗能量这20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问题在于，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这两种观点在宇宙的年龄和膨胀速度方面有分歧。虽然测量技术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精确，但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们发展更先进的技术，是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讽刺的是，
这些进步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不过，这些变化跟估计值相比，差别其实只有大约1000万到2000万年。当你想到宇宙已经有137.7亿年那么久时，这个数字虽然很小，但还是很值得研究的。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差异呢？有个想法是，可能我们对宇宙背景辐射的测量有点问题。但普朗克望远镜对这个的测量可是出了名的精准，自从2013年发布以来，经过了一大堆测试，都证明了它的准确性。还有个想法是，可能我们对暗能量的理解还不够，也许暗能量会随着时间变化，或者和暗物质有某种联系，或者还牵涉到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因素。这种可能性让理论家们很兴奋，引发了一大堆探索性的研究文章。再来，超新星测量的准确性也可能受到质疑。虽然它们能更直接地测量现在的膨胀率，但由于恒星爆炸的复杂性，超新星观测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复杂的物理过程理解得不够透彻，超新星就不能作为一种精确的宇宙学工具。超新星模型里哪怕一点点的不确定性，都可能解释韦伯望远镜在这场危机中发现的所有差异。但宇宙学的问题不止这一个，韦伯太空望远镜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据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所说，韦伯望远镜发现了一些按照我们目前对宇宙的理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有些东西必须得改变。我们现在的科学理解需要重新审视，但我们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让我们回到起点，看看为什么这个发现是个大事。恒星、黑洞和星团可能在大爆炸后的 1.5 亿年内就出现了，甚至可能早在 0.5 亿到1亿年后。不过这种情况应该不太常见。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演化星系在之后的时期有多普遍。这些事件可能发生在大爆炸后的2亿到4亿年间。通过宇宙学，天文学家可以知道一个天体离我们有多远，进而推断出它的大小。韦伯望远镜最近的图像显示，一些星系比标准宇宙学模型预测的更远，也就是更古老。这又是一个迹象，表明我们的模型需要更新。哈勃对宇宙膨胀的开创性发现是基于对星系的研究。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图像显示，星系的形成时间比现有的宇宙学模型预测的要早得多，这在学界引发了危机。这跟星系和年龄红移的关系有关。根据标准宇宙学模型，氢在大爆炸后的40万年就开始出现了，这是由于质子和电子结合在一起。在这之前，它们与即将出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共存。氢重组后，宇宙主要由这些原子的平滑气体，还有一些氦和残余的背景辐射组成。然后引力开始在这些密度较高的小区域，也就是氢气中的扰动起作用，慢慢让它们塌陷，诞生了第一批恒星。这些早期的恒星完全由氦和氢组成，但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接着，恒星会进行一个称为核聚变的过程。核聚变可以产生更重的元素，比如碳和氮。这些元素在星系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吸收热量并发射冷却的光子，这对于在这些初代恒星超新星爆炸时把气体凝聚成星系至关重要，并且用重元素把周围的气体分散开。每次超新星爆炸和新星黑洞都会向宇宙中发射紫外线，从氢原子中剥离电子，增强对紫外线的透明度。在连续产生重元素和紫外线辐射足以形成星系之后，大量的气体和恒星坍缩成引力束缚的实体，共同形成了第一个星系。虽然观测证据支持这个叙述的关键方面，但要把它整合进膨胀宇宙的宇宙学框架时，就出现了挑战。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差别呢？咱们的标准宇宙学模型其实是用红移，就是观测到的星系等天体因为宇宙膨胀而发生的光波拉长现象，来测量宇宙中物体的距离，然后把这个距离跟大爆炸到现在的年龄对应起来。距离这事儿我们是直接观察到的，不会变。
年龄则是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我们对粒子物理的了解，结合起来理解宇宙膨胀怎么影响时间的流逝。但自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运行以来，情况就变得有点复杂了。他观察到的远处星系比我们的标准模型预测的还要老，还要远。哈勃望远镜之前已经暗示过这一点，但韦伯望远镜给出了更确凿的证据。这就意味着，按照我们现有的理解，那些星系出现得太早了，本不应该这样。我们的基本大爆炸模型画出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宇宙图景，而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宇宙。这个模型到目前为止还没被挑战过，但我们可能需要更新我们的理解。越来越多的数据不断让我们质疑这个故事，但到底需要改变多少呢？科学家们正在做些什么来弄明白这件事呢？科学家们正在寻找更好的工具来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现在有个名叫火烈鸟的项目，是个大冒险，也是处女座联盟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广泛的计算机模拟，从大爆炸到现在，来探索宇宙是怎么演变的。这个项目研究宇宙中的元素，得到了欧洲研究委员会、英国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荷兰科学研究组织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在这整个模拟过程中，会产生一大堆虚拟的星系和星系团。像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和美国宇航局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这样的望远镜，会收集大量关于天体的数据，然后这些模拟将和观测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帮我们弄明白我们的标准宇宙学模型到底有多准确，以及它是否真的能很好地解释宇宙的演化。火烈鸟项目的研究合作者杜伦大学的卡洛斯·弗伦克教授表示说，宇宙学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新的望远镜非常精确，但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息和我们的理论模型不完全吻合。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关于这些模型是否有效，或者有没有什么偏差的问题。这些精确的模拟旨在确定这些差异是不是对现有宇宙学框架的挑战。以前的模拟主要集中在冷暗物质上，但现在天文学家们强调，在理解宇宙演化时，要把只占宇宙 16% 的普通物质和中微子也考虑进去。中微子是一种微小、不常互相作用的粒子。由莱顿大学的 Jock Shea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了广泛的模拟来研究宇宙的演化。他们用英国 Dirac 高性能计算设施的 COSMA 8超级计算机运行模拟超过2年。这些模拟考虑了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的影响，特别关注后者的贡献。他们用了5000万个处理器小时。研究人员还引入了一种新的 Swift 代码，能够在成千上万的中央处理单元，有时多达65000个 CPU 之间分配计算任务。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正处于颠覆的边缘，听起来可能有点可怕，但其实我们过去对科学的理解也曾经被质疑过。想想看，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好大的变化。以前在古老的天文学里，大家都以为地球是太阳系的老大，恒星和行星都得围着它转。这种想法一直流行到16世纪，那时候尼古拉·哥白尼站出来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转的。这个想法可真是颠覆了当时的世界观。到了17世纪末，牛顿出现了，他对引力这玩意儿有了深入的研究。然后到了20世纪，爱因斯坦用他的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写了这个故事，引入了一个很深奥的概念：空间和时间是统一的。爱因斯坦的理论也被称为引力几何理论，让我们对引力有了全新的理解。1915年，他提出引力是由弯曲时空的质量产生的。想象一下，一个重物放在一张薄薄的板上，会使板凹陷下去，重物越重，凹陷越深。这种凹陷不光影响物质，它甚至还会影响光。在大质量物体的影响下，光线也会沿着扭曲的时空走弯路，这就是所谓的引力透镜效应，是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理学家约翰·
惠勒有句名言：物质告诉时空该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该怎么移动。物质和时空曲率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决定了天体的运动路径。光线会沿着所谓的测地线前进，这条线在弯曲的时空中就像纸上弯曲的线条一样。想象一下，你在一张纸上画一条直线，如果纸张弯曲了，线条就不再直了。同样的，光在穿过弯曲的时空时，它的路径也会发生弯曲。在爱因斯坦之前，牛顿的物理学把空间和时间看作是宇宙事件中不变的背景。尽管牛顿猜测光的弯曲程度很小，但爱因斯坦的动态时空理论刚开始时遭到了怀疑，需要大量证据才能被20世纪的物理学界接受。引力透镜提供了可预测和可观察的效应，对于证实广义相对论至关重要。1900年代初，人们还在争论银河系是否是整个宇宙的全部，还是只是众多星团之一。哈勃通过测量到银河系之外的星云的距离，解决了这个问题，证明了我们的银河系在浩瀚宇宙中其实微不足道。哈勃基于广义相对论测量了遥远的星系，发现它们正在远离我们，这说明宇宙正在膨胀。哈勃望远镜不是唯一一个完善这些测量的工具，但它对正在进行的宇宙学研究帮助很大。最近几十年，霍金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想法。他说，虽然宇宙不是无限的，但它也没有像地球表面那样的明确边界。他还提出了关于宇宙终结的理论。除了之前聊到的哈勃张力问题，宇宙学界又遇到了一个新难题，叫做 S8 张力。这个问题主要是研究宇宙的均匀性，同时解决结构上的不确定性。我们周围到处都是闪亮的恒星和星系，但宇宙中物质是怎么分布的？这个问题一直没人能解开，就导致了 S8 张力的产生。这个问题源于宇宙学数据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现代宇宙中物质的快度。要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搞了个名叫火烈鸟的超前沿计算机模拟项目，深入研究了所有宇宙元素的演变。与以往只关注暗物质的模拟不同，火烈鸟项目认为普通物质也能影响引力。S8 参数特征的宇宙结构对天文学家们提出了重大挑战。他们通过低红移观测，比如观测遥远宇宙过程的弱引力透镜，来精确测量这个参数。引力透镜是由于质量引起的时空弯曲效应，使天文学家能窥研究遥远的物体。但从宇宙微波背景实验和引力透镜研究得出的 S8 值之间的差异让人头大。宇宙背景辐射的数据暗示了一个更高的 S8 值，这就产生了所谓的 S8 张力问题。这个问题和哈勃张力不一样，哈勃张力是关于宇宙膨胀速率的争论，这个 S8 问题是全新的。多亏了火烈鸟项目的模拟，科学家们原本以为能解决 S8 张力问题。虽然这个项目的模拟考虑了普通物质的影响，包括银河风等极端过程，但最终它没能解决 S8 张力。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个谜，所以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猜测。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小错误，也可能意味着我们得重写整个引力理论。但模拟似乎在我们目前的测量中发现了漏洞。在低红移情况下，宇宙看起来没有预期的那么块状，这对标准模型的预测提出了挑战。然而，进行的一些其他测量却又和标准模型完全吻合，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即宇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按预期运行，但后来可能经历了某种变化。所以我们的模型可能还是部分正确的，但我们得找出究竟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感谢您观看这个视频，如果您觉得它有趣，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